王涛，这条鱼是什么时候进的货？昨天，怎么了？这道鱼用的是隔夜冷冻货，冒充活鱼，鱼鳃发暗，腹肉松弛。你拿这个坑老顾客？你少废话！大年30的，哪来那么多活鱼？凑合凑合得了。凑合，这是客人的年夜饭，不是猪食。上菜！老子今天一盘菜都不做，大年30又怎么样？我要他停，外头几十桌的客人都得给我饿着。王涛，你疯了吗？客人们眼巴巴等着，你把菜全砸了！砸了怎么了？你一个上门女婿，也就是个给我们王家打工的狗。我不高兴，随时让你这饭店关门大吉。狗就该有狗的觉悟，给我把地上的菜舔干净。打工的狗，这饭店的每一块砖都是我起早贪黑拼出来的。你个只知道偷鸡摸狗吃回扣的废物，也敢在我面前撒野！你敢打我？好，后厨的都给我停下，拉闸！不停电了，大年30耍人是不是？退钱！饭呢？还上不上菜了？不给个说法，今天砸了你的店！听见外面的声音了吗？签字吧，把你这饭店50%的股份转给我。签了，我马上退店法！你这是敲诈！饭店是我一手做起来的，凭什么给你一半？凭什么？就凭后厨全是我的人，没我点头，他们谁敢动刀？你拿客人的年夜饭威胁我，王涛，你的良心被狗吃了！良心值几个钱？赶紧签，外面可是要掀桌子了。你要是不签，你知道是什么后果？你做梦！我不会把心血给你这个白眼狼！赵德明，你吼什么吼？大过年的，你想翻天啊？妈，您看看王涛干的好事，外面客人都快把店砸了，他为了要股份，竟然拉闸罢工。拉得好，我看他就是太老实，早该这么干了。妈，你说什么？这饭店可是我们一家的饭碗。一家的饭碗，错，大错特错，这是我们王家的饭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当年要不是我借你那5万块钱，你能有今天？那5万块钱，我连本带利早就还给您了。这些年您家里大小开销，连王涛买车的首付都是我出的。还钱就算了，那叫知恩图报。你欠我们王家的恩情，这辈子都还不清。少废话，没有我那5万块，你这饭店连块砖都买不起。这饭店理应有我们王家一半，涛子拿一半股份，天经地义。天经地义？你们这是明抢！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今天就是串通好来逼宫的。逼你又怎么样？你今天要么签字，要么咱们就耗着。退钱！什么意思啊？我要打12315投诉！姐夫，看到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赶紧的，别让咱妈气出个好歹来。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丽丽，你可算来了！你快看看你弟和你妈，他们要把这店毁了！哎呀，我都听说了，外面闹哄哄的像什么样子？德明，你赶紧把事情解决了啊！怎么解决？王涛非要一半的股份，不然就不给客人做饭。你快劝劝他，这店可是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德明，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了。涛子在后厨累死累活，要点股份怎么了？你至于闹这么僵吗？他累死累活，他每天10点才来，下午打牌进货全吃回扣，他哪点累了？赵德明，你放屁！我儿子天天在油烟里熏着，没功劳也有苦劳，你一个上门女婿还敢嫌弃他？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别惹妈生气，不就是一半股份吗？都是一家人，分谁不是分？王丽，这可是我们打拼了5年的心血，你就这么拱手送人？你是不是傻？外面客人都快报警了，真闹大了，赔的违约金不比这股份多。破财消灾，你赶紧签了，让涛子干活。我的事轮不到你操心。破财消灾，在你们眼里，我就活该被你们一家吸血，是不是？姐夫，你到底签不签？再拖下去，人家可真报警了，到时候你赵老板的名声就彻底臭了。赶紧签，别磨蹭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签了这事就结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好，好一个一家人。知道好就行了，别磨磨唧唧的，赶紧签字按手印。这店我给。这就对了嘛，非要闹成这样。涛子，快准备干活。我签可以，但今晚这顿年夜饭必须保质保量给我做完，绝不能砸了饭店的招牌。放心吧，姐夫，拿了股份，这饭店就是我的命根子。我保证让外头那些大爷吃得舒舒服服。哈哈，这就对了嘛！妈，姐，你们看。哎呦，我的乖儿子，以后你也是大老板了，这老赵家算是做了件人事。我的事轮不到你操心。现在可以去推电闸了吧？得嘞，兄弟们，干活！把灯打开，给外面的大爷们上菜。开火！既然签了，我就不管了。前头的事儿你们自己盯着。德明，你去哪儿啊？管他去哪儿！现在这店是咱们王家的了，让他滚！老陈，按计划走。来来来，大伙儿举杯！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王家算是扬眉吐气了。妈，您放心，等过了年，我就把赵德明彻底架空，这饭店迟早全姓王。涛子，德明毕竟是你姐夫，这事儿咱们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过分什么？他一个上门女婿，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要他点股份怎么了？丽丽，你可别犯糊涂，这钱只有拿在自家人手里才踏实。就是，涛子现在可是大老板了，以后咱们这帮亲戚还得指望涛子照应呢。大舅、二姨，你们放心，只要我王涛有肉吃，绝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赵总，今晚这事儿，兄弟们看着都替您憋屈。王涛太不是东西了。老李、张姐，这几年辛苦你们跟着我起早贪黑，今天让大家受委屈了。赵总，您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您当年给我一份工作，我连孩子学费都交不起。只要您一句话，我们明天就算拼了命也不让王涛进厨房。犯不着，狗咬人一口，人不能反咬狗。这是你们这个月的工资，我提前结清了。赵总，这怎么多了这么多？多出来的是大家这个月的奖金和过年红包，拿着，这是你们应得的。这不行，店里刚赔了客人的钱，您现在正是难的时候，这钱我们不能要。拿着，听我说，这几天你们不用来上班了。赵总，您这是要赶我们走？您把饭店真给他们了？给，那是个无底洞，谁想要谁挑。你们初八等我电话，我赵德明倒下一次，绝不会倒下第二次。跟着我，以后有更好的路走。行，赵总，我们听您的，初八等您电话。
不是不难过，只是不能在他们面前难过。赵老板，这大年初一的，您这是干嘛呢？贴封条多不福利啊！老王，新年好。这店从今天起关门了。关门？昨晚我看里头还热热闹闹的，怎么说关就关了？这可是这街上最赚钱的馆子，赚不赚钱，只有算账的人知道。这店里生了蛀虫，根都烂透了，不关门，难道等着它塌下来砸死我？那您以后不干了？干，但不是在这儿干，也不是跟这帮吸血鬼干。唉，您是个好人，就是心太软，老被小舅子丈母娘欺负。以前是顾念情分，以后没有了。老王，这点烟钱你拿着，买包好烟。这使不得，拿着吧。要是王涛他们来闹事，你不用管，让他们砸，砸坏了直接报警。我懂了，赵老板，您多保重。二姨，待会儿进去了随便坐。今时不同往日，现在是我王涛当家，厨房里的海鲜鲍鱼敞开了吃。那是，我儿子现在是这儿的大老板了，半个店都是咱们的，吃他几只鲍鱼怎么了？哎呀，还是翠花姐有福气，生了个这么出息的儿子。那赵德明干了几年，还不是给咱们涛子做嫁衣？怎么回事？这大门怎么锁上了？哎呦，这上面写的什么鬼话拼？大年初一贴这个，晦气死了！无限期停业整顿，赵德明这个王八蛋，他敢锁我的店！涛子，这可咋办？咱们今天可是请了不少街坊来吃饭显摆的，这门都进不去，脸往哪儿搁呀？闭嘴！这姓赵的肯定是昨晚给了股份，心里不痛快，故意恶心我。反了天了！拿砖头把锁给我砸了！这店有咱们一半，凭什么他说关就关？老子现在就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要是不来开门，我跟他没完！赵德明，你他妈什么意思？大门上的锁和封条是怎么回事？赶紧滚过来给我开门！王老板，好大的火气啊！店是你的了，你想开门自己找开锁公司。你少阴阳怪气！咱们昨晚说好的，饭店正常营业，你凭什么单方面宣布停业整顿？正常营业？王涛，你是不是看不懂财务报表？这饭店连年亏损，账面上还欠着供货商几十万货款。姓赵的，你少在这放屁！这店天天爆满，怎么可能亏损？你是不是把钱都偷偷卷跑了？钱去哪儿了？你得问你那个好儿子，他每天在后厨进劣质食材，吃了几十万的回扣，账上早就空了。你别血口喷人！既然我拿了一半股份，这店我就要开。吕敏，我已经正式递交了退股和辞去法人代表的申请，从今天起，我净身出户，这饭店全盘留给你们王家折腾。净身出户？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以后饭店赚了是你的，赔了也是你的。那几十万的窟窿，还有拖欠的水电物业费，麻烦王大老板自己想办法吧。你站住！赵德明，你不能拍拍屁股走人，你给我把话说清楚。涛子，这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把个烂摊子丢给咱们了？他奶奶的，被他阴了！妈，这小子是在坑我们！赵德明，你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你把我们家涛子坑惨了，你别想躲！出来！今天不把账算清楚，老子把这门给卸了！德明，你在家吗？你赶紧开门啊！有什么话咱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说。吵什么吵？大年初一的奔丧啊！没你事儿！我找这家姓赵的。赵德明，这房子现在是我的。你的？不可能，这是德明的房子。那是以前，半个月前他就把房子卖给我了，手续办得清清楚楚，房本都过户了。你们找他找错地方了。卖了？
这不可能，他前几天还住这儿呢。住这儿怎么了？过户以后，我宽限了他几天搬家。昨天晚上他把最后一点东西全拉走了，钥匙也交了。从今以后，这儿他没半点关系。他把房子卖了，那钱呢？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他当时挺着急，价格压得很低，像是急着套现。签完合同第2天就催着办过户，生怕晚一步似的。急着套现，跑了。他拿着卖房的钱跑了。老天爷啊！这个杀千刀的啊，他把房子卖了，这是早就盘算好了要坑我们啊！骗子，白眼狼啊！连房子都卖，他是一点后路都没给我们留。几十万，那几十万怎么办？妈，我们的钱怎么办啊？我不管你们跟他什么关系，赶紧走，别堵在我家门口闹。赵德明，你到底想干什么？大年初一玩失踪，电话不接，还把房子卖了，你是不是疯了？你不是找到我了吗？你还有脸说？你知不知道咱妈被你气成什么样了？你把饭店的烂摊子丢给涛子，还说自己净身出户，你安的什么心？我安的什么心？昨晚你们一家人在后厨房逼我签字的时候，怎么没问问自己安的什么心？那是涛子应得的，他给你干了那么多年，拿1半股份怎么了？你至于做的这么绝吗？我做的绝。这几年你们家买房买车，哪一分钱不是我从饭店里熬出来的？现在店被掏空了，你们还想榨干我最后一点血？你少给我装可怜，那店天天客满，怎么可能亏空？肯定是你偷偷转移了财产。转移财产？王丽，你真是个好姐姐，到这个时候还在替你那个宝贝弟弟说话。你少转移话题，赶紧把店里的流动资金拿出来，回去给妈道个歉，这事儿就算翻篇了。翻篇？这辈子都翻不过去了。你想要钱是吧？行，你先看看这个。你自己看看，你弟弟到底在饭店里干了什么好事？这是王涛采购物资的阴阳账本。一斤排骨市场价30，他账上走50，一桶好油换成劣地地沟油，中间的差价全进了他自己的腰刀。不可能，涛子不是那种人，这肯定是你伪造的。伪造？你看看这照片，这上面拍的清清楚楚。他大半夜收的那些没盖检疫章的死猪肉，我都替他攒着呢。那也就是他一时昏了头。整整40万的亏空，这还不算他拖欠供应商的货款。要不是我拿这几年攒下的钱一直在倒贴，饭店早就被封了。可是，就算他拿了点，你作为姐夫不也该担待点吗？都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哼，说的倒是轻巧。如果工商局查出那些劣质肉，我是法人，我是要坐牢的。你喊什么喊？事情还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王丽，你的心真是偏到了太平洋。我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你眼里只有你那个吸血鬼弟弟。那也是你自找的，谁让你没本事管住他？你什么意思啊？赵德明，你要跟我离婚？对，离婚。既然你们一家人那么亲，那我就不掺和了。你凭什么跟我离婚？我做错什么了？就因为涛子拿了点钱？赵德明，你别太过分！你没做错，错的是我。我不该妄想用真心捂热一块石头。字我已经签了，我净身出户。我不同意！你把一个几十万亏空的烂摊子甩给涛子，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门都没有！你撕了也没用。明天我会向法院起诉离婚。赵德明，你有没有良心？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了你，你现在飞黄腾达了就想甩了我？飞黄腾达？我的钱全填了你弟弟的窟窿。王丽，我最后劝你一句，离王涛远点，不然你迟早被他害死。你就是个白眼狼！你给我等着，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师傅，动作快点，大年初2正是赚钱的好时候，别耽误我开门迎客。老板，这大锁是特制的，不好弄啊，而且这门上还贴着封条，不会惹麻烦吧？惹什么麻烦？这店是我的，封条也是那个姓赵的瞎贴的，你赶紧去。好，终于开了，涛子，快把封贴撕了！嘿，赵德明算个什么东西？真以为一把锁就能拦住我？就是，这饭店现在是咱们王家的了。大舅、二姨，赶紧进去，咱们把店收拾收拾，马上开张。把前台些杂物都扔了，还有那个破招牌，明天找人换个新的，就叫王记大酒楼。哎呀，我的好儿子，妈以后就跟着你享福啦！
谁是这家饭店的负责人？我是。几位领导，大年初2的，你们这是？市监局联合突击检查，有人举报你们饭店使用过期食材和无标地沟油。举报？没有的事儿，领导，这肯定是竞争对手恶意造谣。我们店可是多年的老招牌了。少废话，带我们去后厨冷库。这都是什么味儿？把里面的东西都拖出来！整整50箱过期冻品，15桶无标劣质油脂，你们这饭店的心也太黑了。领导，这真不是我进的货，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那刚才是谁口口声声说的你是这家饭店负责人？我那是吹牛的。你们凭什么查我们？这些东西肯定是别人半夜偷偷塞进来的。别狡辩了，这种数量的劣质人才已经构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隐患。这上面的签名都是王涛，你还想抵赖？那是老板让我签的，对，是赵德明逼我签的，我只是个厨子啊。行了，有什么话留着去局里说吧。现在我们要对饭店进行全面查封。别贴啊！我今天还要做生意的亲戚朋友都请来了，你们不能封我的店！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啊！没天理了！安静，妨碍公务罪加1等，把他们都带到前厅。根据调查，这批劣质食材数额巨大，性质恶劣，饭店立刻查封，罚款30万。30万？你抢钱啊！我哪有30万？交不上罚款，涉事实际控制人不仅要上征信黑名单，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什么刑事责任？你们少吓唬人！这饭店的法人代表是赵德明，营业执照上写的清清楚楚。对，法人是赵德明，这店是他的，我只是个厨子。你们要抓去抓他，要罚款去找他要。你们说法人是赵德明，可是我们接到的举报材料显示，这饭店现在是你在实际经营。举报材料算个屁！法律看的是营业执照，你们有本事就把赵德明抓回来对质。就是，这烂摊子是赵德明留下的，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们快把封条撕了，别耽误我做生意。注意你的态度。如果是法人责任，我们会依法传唤，但你在采购单上签字，同样逃脱不了干系。我签的字怎么了？我是奉命行事。他就是赵德明，这店的黑心老板。好啊，你个白眼狼，终于敢露面了！快跟领导说清楚，那些毒肉都是你买的。李翠华，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就是赵德明？我是。你名下的饭店涉嫌使用大量劣质违规食材，现在我们要追究你作为法人的责任。听到没？抓他，罚他30万，让他倾家荡产。领导，我想您搞错了，这饭店现在可不是我在管。你放屁！营业执照上写着你的名字，不是你管是谁管？你想把屎盆子扣在我儿子头上，没门！执法同志您好，我是赵先生的代理律师，这是除夕一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实际经营权交接书。根据协议，王涛先生不仅拥有饭店50%的股份，还拿到了饭店的绝对经营权和控制权。赵先生已经实质上退出了饭店的管理。你胡说，那只是个协议，还没过户呢。法律上，实际控制人比挂名法工承担更直接的经营责任，白纸黑字，还有你的红手印，王先生，你抵赖不掉的。另外，赵先生今天主动到场，就是配合调查，也提交证据，说明案件真实经营情况。如果后续需要，我们还会补充银行流水、供货往来、店内监控和员工证人。王涛，这份协议是怎么回事？你刚才不是说自己只是个打工的厨子吗？这协议是他逼我签的，对，是他故意设套坑我。领导明察啊！我们一家老实巴交的，哪斗得过他这个黑心商人？这字儿肯定是他找人伪造的。伪造？妈，您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执法同志，这里还有一份关键证据。这是什么？
这是除夕夜后厨的隐蔽监控录像，它能证明这份协议不仅不是赵一签的，反而是王涛先生带领全后厨罢工，以客人的年夜饭为要挟，强迫赵先生签字。隐蔽监控！你每天在后厨偷鸡摸狗，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早就在后厨通风管里装了微型摄像头。签了吧，把你这饭店50%的股份转给我。签了，我马上推电闸；不签，今晚这顿饭谁也别想吃。这饭店里应有我们王家一半。王涛，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完了，全完了。领导，这录像是假的，是配音的。闭嘴！录要是真是假，到了局里技术科一验便口。事实证明，王涛就是该饭店的实际经营者和此次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的主要责任人。王涛，在这份30万的处罚特定书上签字。如果逾期不交，我们将移交公安机关，追究你的刑事责任。30万，杀了我也没有啊！姐夫，姐夫，你救救我！这店也是你的心血啊！我的心血，除夕夜就已经被你们亲手毁了。这30万的罚款，加上你欠供货商的几十万货款，你自己慢慢还吧。德明啊，妈求求你了，你看在丽丽的面子上帮帮涛子吧，他可是你亲小舅子啊，他要是坐了牢，这辈子就毁了。亲小舅子，你们逼我交出饭店的时候，有想过我是谁吗？领导，我的情况已经说明清楚了，后续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随时联系我的律师。好，赵先生，你可以走了。赵德明，你不能好死！你设局害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王涛，你别躲了，给老子滚出来！刘哥，大过年的，您这是干嘛呀？干嘛？你的破饭店都被市监鬼查封了，你欠我们海鲜市场整整12万货款，今天要是再不结清，老子废了你！还有我们冻品厂的8万，蔬菜市场的5万，今天必须给钱！干什么干什么？私闯民宅呀！你们再不走，我报警了！报啊！你现在就报！警察来了，正好把你这个卖毒肉的儿子抓进去坐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冤有头债有主，这货是赵德明定的，你们找他去啊！放你娘的屁！这些单子上签的全是他王涛的名字，赵德明早就发了通告，饭店经营权归王涛了。刘哥，我现在真没钱啊，饭店被封了，我还背着30万罚款，你宽限我几天？宽限？你进劣质食材吃回扣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兄弟们，给我砸，拿值钱的东西抵债！我的老天爷啊！造孽啊！喂，他二姨啊，涛子现在遇到点困难，您能不能借我们20万周转一下？喂，这帮见风使舵的白眼狼，平时在咱们家又吃又拿，一听说涛子出事了，全跑得没影了。妈，别打了，没用的。我现在是黑户，征信也烂了，再不交罚款和货款，我就真要进去蹲局子了。妈，涛子，我把我的首饰都当了，只凑了2万块钱，根本不够填窟窿。2万顶什么用？丽丽，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弟弟坐牢啊！那您让我怎么办？我连房子都没了。找赵德明，他肯定还有钱。这些年饭店这么赚钱，他绝对偷偷藏了私房钱。你是他合法妻子，那钱有你的一半。可是，他已经向法院递交了离婚协议，他根本不欠我。不借也得借，你就是跪下求他，也得把这笔钱要回来。姐，你救救我，我不想坐牢啊！我保证以后好好干，再也不赌钱不吃回扣了。好，我明天就去找他。这批外墙灯光今晚必须调试完毕。大堂的迎客松摆放位置稍微往左移10公分，风水上要有讲究。好的，赵总，初6准保让您风风光光的开业。德明。
你来干什么？这是你的店，你哪来这么多钱，在市中心租这么大的门面？我的事儿轮不到你操心。赵德明，涛子现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饭店也被查封了，你却在这里开这么豪华的新店，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一切，就为了把我们一脚踢开？是我把你们踢开，还是你们自己作死？你心里没数吗？我不管，这店如果是你开的，那就是咱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必须拿钱出来救涛子，否则我绝不离婚，我跟你死耗到底。进来看清楚了再说大话。老李、张姐，你们怎么全在这儿？王女士，我们不在这儿，难道在那个被你们搞垮的破店里等死吗？要不是赵总除夕夜给我们发了红包，又承诺带我们来新店，我们早被你那个好弟弟连累的喝西北风了。赵德明，你除夕夜发工资就是为了把人全挖走？挖？他们都是跟着我干了5、6年的老骨干，良禽择木而栖，谁愿意跟着一个买地沟油的赌徒干活？所以你从头到尾都在算计我们，你故意装可怜，就是为了把那个烂摊子丢给涛子，自己跑来开新店。王丽，说话要讲良心。老店是被王涛自己吃回扣吃垮的，除夕夜逼我签转让协议的也是你们。你们贪心不足蛇吞象，现在反咬一口说我算计。我不管，你现在这么有钱，就必须帮涛子。你难道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吗？你死不死，与我何干？你一直觉得全靠你家在帮衬我，对吧？难道不是吗？要不是当年我妈那5万块钱，那5万我早还了10倍不止。王丽，你知不知道老店这几年到底赚了多少钱？光是去年的净利润就有200万。但为什么账上总是没钱？因为你那个好弟弟每天都在吸饭店的血。200万，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我知道老店迟早会被王涛搞死，所以我半年前就瞒着你们，用老店早期的分红盘下了这个地方，开始了这栋聚德楼的筹备。你半年前就背着我转移了财产？不，这店挂在投资人名下，法人是我信得过的兄弟，和我现在的名下财产没有任何关系。从法律上讲，你1分钱都分不到。赵德明，你好狠的心！你明明有钱，却看着涛子陷入绝境，你还是人吗？我狠。当王涛为了要股份，拉闸断电，让几十桌客人砸店的时候，当你们全家逼我签转让协议，说我活该破财消灾的时候，你们的心难道不狠吗？老店那个空壳，就是我送给你们王家最后的礼物。回去告诉王涛，他欠的债自己还，他造的孽自己扛。丽丽，怎么样了？钱要到了吗？赵德明那个窝囊废到底给了多少？没有钱，1分钱都没有。妈，我们全都被他骗了。姐，你哭什么？他是不是把钱藏起来了？你没拿离婚的事吓唬他？吓唬有什么用？他在市中心开了一家3层楼的大饭店，叫聚德楼，装修的跟皇宫一样，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3层楼的大饭店？他哪来这么多钱？他说他半年前就瞒着我们，把老店的分红全投进去了。新店是用别人的名字注册的，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半年前？那这半年老店的亏空，全是你搞出来的！他早就知道你要毁了老店，除夕夜他就是故意把那个空壳子扔给你的。好狠毒的心啊！这是要咱们全家的命啊！赵德明，你他妈敢耍老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吧？老子在老店背着一身债，他在新店当大老板，没门儿！涛子，你别去了，咱们斗不过他的。滚开！
他不让我活，我也绝不让他开业。他不是有钱吗？我这就带老刘他们去要债，我看他这新店还怎么开！都给我停下，不准挂了！乖乖，聚德楼，这装修得砸进去几百万吧？王涛，你小子没骗我们。刘哥，我骗你干嘛？这就是赵德明背着我们开的新店，他把老店的钱全卷走投在这儿了，故意留个烂摊子让我背锅。这孙子太阴了，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开大饭店。对，钱全在他手里，你们今天就在这儿闹，他不给钱，咱们就把这招牌给他砸了。赵德明，你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还钱！我早就料到王涛会来闹事，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光天化日的，谁在我的店门口撒泼？赵老板，你可算露面了！你卷着老店的货款跑来这儿潇洒，拿我们当猴耍呢！今天必须把12万货款给我结清！姐夫，你心也太黑了，拿我的命给你自己铺路。今天各位债主都在，你必须把账平了，不然这店你别想开。王涛，你跑到我这儿来借刀杀人？少废话！你们一家人的烂账我们不管，我们只要钱。赵德明，今天这钱你给是不给？刘哥，咱们合作好几年了，我赵德明什么时候拖欠过你1分钱？以前是没有，但你年前突然让王涛接手采购，钱就再没结过。我让他接手采购，刘哥，这是他自己说的吧？你少狡辩，就是你指使我的，签字盖章都在单子上。是吗？正好，我这里有老店的账目清册，刘哥，你自己看看吧。这上面的公章，你仔细对比一下。老店的正规公章边缘有个缺口，那是当年不小心磕的。而王涛给你们签的单子上，公章可是完美无缺。还真是，这章是假的。他不仅私刻公章，还搞阴阳合同。他给你签的是1级海鲜的价，拉回厨房的却是臭鱼烂虾，差价去哪？你得问他。你血口喷人！我还有供货清单和厨房出入库的录像。刘哥，我从没卷款，你的钱是被你身边这个好小弟全塞进了赌桌和自己的腰包里。好啊，王涛，你敢拿个假章糊弄我？老子送了那么多好海鲜，钱全进了你的狗肚子！刘哥，你听我解释，那是赵德明故意伪造的证据，他就是想推卸责任，你别信他。推卸你大爷！老子在市场干了这么多年，还能被你个小瘪三当枪使？哎呦，别打，别打！我说你们每次送货，他都鬼鬼祟祟的，不让我们进后厨，原来是在吸我们的血！姐夫，赵德明，你快让他们住手啊！救命啊！我可是你亲小舅子。亲小舅子？从你们在除夕夜逼我交出老店那一刻起，咱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是你自己作的孽，自己受着。还钱！12万，今天少一份，老子卸了你一条腿！我真没钱啊，钱都被我大盘输光了，拿我们的血汗钱去赌，给我狠狠的打！桃子，别打了！干什么？滚开！欠债还钱！杀人了！救命啊！大老板伙同黑社会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有没有王法了？这老太婆真能演，刚才我都听见了，是他儿子私刻公章骗钱。哎，这男的不是老店那个买死猪肉的厨子吗？新闻上都曝光了，这种无良奸商活该被打！你们放屁！全是我女婿赵德明害的，他个丧尽天良的畜生，连自己丈母娘都坑。人家赵老板清清白白的，新店开得多气派，你们自己贪得无厌，搞垮了饭店，现在还来讹人，真不要脸！赵总，1楼、2楼全满了，外面还有30多桌在排号，咱们的备菜都不够用了。告诉后厨稳住阵脚，菜品质量必须严格把关。今天开业第1天，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缺什么赶紧联系加急送。您放心吧，后厨兄弟们憋着一股劲儿呢，咱们用的都是实打实的鲜活海鲜，绝不糊弄。赵老板，你们这手艺绝了！这清蒸石斑鱼，肉质紧实，鲜甜，比以前那家又贵又难吃的老店强了100倍。您吃得好就行，咱们聚德楼只做良心菜，绝不用冻品和地沟油糊弄。说得好，做生意就得凭良心。听说那家老店就是因为用毒肉被查封了，真是活该倒闭。老李，这才是咱们该干的买卖，干干净净，对得起良心。跟着赵总干，咱们兄弟心里踏实。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是明远集团的采购总监林晓，我们集团有300人的年终尾宴，想考察一下你们的菜品和接待能力。欢迎。您想怎么考察？这道聚德佛跳桥食材来源能说清楚吗？可以。这道菜的主料今天的高汤少炖了20分钟，让花厨重做这道菜。你怎么知道？吃了20年，骗不了我。你们老板亲自接待考察客户？我就是老板。好，我下周带团队来试菜。赵老板，你这家店有点意思。乖乖，这生意也太火爆了吧！这一天流水得有10几万啊！可不是嘛，老店倒了，王涛那个小畜生连工资都没给咱们结，这几天连买颗白菜的钱都拿不出来。咱们以前也是老店的老员工，现在德明开了这么大的饭店，肯定缺人手，咱们进去求求情。哼，走，怎么说咱们也是长辈，打断骨头连着筋，他还能真记仇，见死不救？你们来干什么？这儿不欢迎你们，赶紧出去！哎呦，老李，瞧你这话说的，咱们以前好歹是一起颠勺的兄弟，我们找德明。你们来干什么？如果是来要饭的，后门有泔水孔。德明，别开玩笑了，大舅知道错了，以前都是被涛子那个王八蛋忽悠的。是啊，我们现在都断了粮了，家里孩子还饿着呢。您这新店这么大，给我们安排个打杂的活呗，我们保证死心塌地好好干。安排活儿？你们怎么有脸开这个口？我们可是你长辈，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以前在老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苦劳？你们的苦劳就是合伙吸老店的血。赵德明，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低声下气来求你，你真把自己当根葱了？老李，把大喇叭拿过来。各位街坊，各位员工，大家看清楚这几个人的嘴脸。除夕夜就是他们跟着小舅子王涛在后厨拉闸罢工，要挟我交出股份，差点砸了大家的年夜饭。原来就是这帮搞破坏的败族，真不要脸！怎么还有脸来这儿找工作？我赵德明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一条铁律：凡是参与除夕罢工、跟着王家作威作福的人，一律拉入聚德楼黑名单，永远不录用。我这儿绝对不用这种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德明，你不能把事儿做绝呀！你这是逼我们去死啊！你们的死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保安，把这群闹事的垃圾赶出去，以后谁敢放他们进来，直接开除。赵德明，你个没良心的，你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你迟早遭报应。继续上菜，大家吃好喝好。李翠花，你给我滚出来！大哥，你们这是怎么了？气冲冲的。怎么了？都是你这个好儿子干的好事。
不仅把饭店搞垮了，还把我们的名声彻底搞臭了。刚才赵德明把我们当众赶了出来，说永远拉黑我们。当初是你们母子俩信誓旦旦，说只要赶走赵德明，饭店就是咱们王家的天下，大家都有肉吃。现在呢，饭店封了，我们连去别家打零工都没人要。这能怪我们吗？是赵德明那个畜生阴险狡诈，挖坑害了我们啊！少废话！王涛欠我们2个月的工资没结。对，连带误估费和精神损失费一共3万块，今天必须掏钱，不给钱我们就把你家这破房子砸了。我哪有钱啊？外面债主天天逼命，我连吃泡面的钱都没了。没钱，没钱就准备受死！王涛、李翠花，欠债还钱，今天泼干土，明天就给你们烧纸人送花宽。这日子根本没法过了，好臭！妈，咱们赶紧搬家逃走吧。搬哪儿去？咱们的底细全被他们摸清了，身份证都被扣了，躲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抓出来打死啊！怎么没电了？肯定是他们又把外面的电闸给剪断了，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第5次了。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为了你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弟弟，我连好好的豪宅都做没了，现在像下水隧道的老鼠一样躲在这里等死。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去求求姐夫吧，让他大发慈悲救救我，哪怕让我去给他端盘子也行啊。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赵总，您看，本地晚报的记者刚发了今晚的头条。赵总，您看这评论区全是夸咱们的，还有人说这才是咱们市真正的良心餐饮。让后厨再备一批食材，今晚的排队号发到几号了？87号了。告诉等位的客人，每桌送一份招牌小食，让大家等得舒心。阿姨，您这套房子虽然地段不错，但要求3天内必须全款付清，这条件太苛刻了。现在的行情怎么也得压价30%。30%？小伙子，那可是我儿子准备结婚用的新房，首付还是我借钱凑的，装修就花了好几十万。阿姨，您现在是急用钱救命，我听说了，天天有人去您那儿催债。这套房子按正常市价卖150万，压价后最多也就卖100万，还得看有没有人愿意接手这种急售房。100万，100万连填桃子的窟窿都不够啊！要是走法院拍卖，可能连80万都卖不到，您自己考虑清楚吧。我卖100万就100万，但必须马上给现钱。行，您这价格要是咬定了，我今天就能给您联系买家过来看房签约。老天爷保佑，赶紧卖了吧！再这么下去，我这条老命都要被那些催债的逼死了。阿姨，好消息，有个大老板愿意全款接手，钱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来签约。太好了，太好了！老板人呢？赵德明，怎么是你？怎么不能是我？买你这套房子的人就是我。你是不是故意的？这可是你当年出的首付，你现在花100万就想把它拿回去，你趁火打劫！妈，这房子首付确实是我出的，但房产证上写的是王涛的名字。我现在是按市场最低价合法收购，你也可以不卖。等明天债主砍了王涛的手，你这房子就一文不值了。你这挨千刀的！你明明有钱，为什么不直接拿出来帮桃子还债，非要这么羞辱我们？帮你还债？我这钱是干净的，凭什么拿去填你们贪得无厌搞出来的窟窿？李女士，请签字吧。100万全款打入王涛的账户，立刻就能平息大部分债。赵德明，你这么狠，你绝不会有好下场的！谁啊？
是我。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笑话的。妈昨天刚被你气进医院，你现在满意了？我是来拿离婚协议书的。王女士，这是最后一份协议。赵先生已经放弃了追讨你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挥霍的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交换，您必须净身出户。出户？赵德明，5年的夫妻情分，你非要做到这么绝吗？从你除夕夜帮着王涛逼我交出饭店的时候，我们的夫妻情分就尽了。王丽，这几天被催债的日子好过吗？不好过，每天担惊受怕，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不能留在这儿，刘哥他们知道房子卖了100万，肯定会把钱全抢走，罚款根本交不上，留不上，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乘坐 K135次列车的旅客请注意，列车即将开始检票。赵德明，凭什么？凭什么你越来越好，我却像条丧家犬一样逃亡？走不走啊？别挡道！走。李总，感谢您对我们聚德楼的信任。这5家分公司的团建业务交给我们，绝不会让您失望。哈哈哈哈哈！赵总太客气了，你们这儿的菜品干净卫生，味道绝佳，我们员工吃的都非常满意。现在全市谁不知道聚德楼的金字招牌，都是大家捧场。做餐饮就是做良心。赵总，外面又有2家公司的人事主管来实地考察，说想谈下半年的年终尾先订单。好，请他们去贵宾室稍等，我马上就过去。赵总生意兴隆啊，假以时日，这聚德楼肯定能开成分店，做成本市的餐饮龙头。借李总吉言，以前经历了一些坎坷，就当是交学费了。现在轻装上阵，好日子还在后头。今天把大家叫来，是宣布一件大事。就在今天上午，聚德楼完成了 A 轮融资，估值1个亿。1个亿！赵总，我来介绍一下自己。5年前，我是一个被人当众羞辱，说我是骗子的落魄商人。那时候有一个人借给我钱，帮我度过了难关。那个人就是赵德明，而当年羞辱我的那个人叫王涛。老李、张姐，你们还记得除夕夜吗？那晚有人逼我交出一家小饭店，今天我还给你们的是一家估值1个亿的连锁品牌。从今天起，老李，城东店你拿10%干股，张姐，城南店你拿10%干股，这不是奖金，这是你们应得的。赵总，我的事儿轮不到你操心。这句话我以前说过很多次，但今天我要换一句话说。当初有人逼我交出一家小饭店，今天我还给你们的是一家估值1个亿的连锁品牌。跟着我的人，没有一个会后悔。德明，半年前你打那个电话给我，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各位，这只是开始。新来的，你能不能快点？洗个碗磨磨唧唧的，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老板，这水太冷了，油污洗不掉，能不能加点热水？加个屁的热水！烧热水不要煤气钱啊！你以为你是千金大小姐啊？我这一天就给你80块，干不了趁早滚蛋！这点活都干不好，吃白饭啊！我这就洗快点。喂，给我拿个干净杯子。你瞎了，差点砸到老子的脚，真晦气！你干什么吃的？从你今天的工钱里扣20块，还不赶紧跟客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王涛，长本事了啊！敢在我的厂子里出老千，你真当这儿的规矩是摆设？老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你藏在袖子里的那几张牌，赢了我10几万，按道上的规矩，出千抓个现行，留下一只手。不要，老板，我有钱，我姐夫是开大饭店的，他叫赵德明，他有的是钱，我让他给您打钱。哼，少他妈跟我扯淡！你要是有个开大饭店的姐夫，还能跑到我这儿来骗吃骗喝？给我砸！好嘞，别打，救命啊！啊！我的手！这只手算是废了，以后拿不了牌了。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搜干净，买张最便宜的硬座票，扔回他老家去。大哥，这小子穷得叮当响，真晦气，赶紧滚！啊！救命啊！造孽啊！这瓶子现在越来越不值钱了，今天捡了一天，连买2个馒头的钱都不够。吵死了！你能不能别弄了？我这手疼的要命，连买止糞药的钱都没有。你还敢喊疼？要不是你在外地死性不改去赌钱，能被人打成残废送回来吗？咱们现在躲在这地下室里，连见光都不敢。我怎么知道会变成这样？姐也不管我们了，电话也打不通，我们就活该在这儿等死吗？你姐现在是泥菩萨过江。我昨天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听人说德明的新店又开了好几家分店。早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当初咱们就不该逼他呀。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他赵德明吃香的喝辣的，凭什么我们在垃圾堆里苟延残喘？那是你做的。你要是不贪心，现在咱们还是饭店的大老板娘和小舅子。我真是瞎了眼，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废了。我明天就去找他。你疯了！他现在根本不认咱们。不认？我是个残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要是不给钱，我就死在他饭店门口。要饭去别处要，别在这碍事。赵德明，姐夫，你给我出来！我是你亲小舅子呀！怎么管赵老板叫姐夫？大家评评理啊！我姐夫开大饭店，却把我这个残废小舅子赶出家门，让我老娘捡破烂啊！他没良心啊！王涛，你还敢来撒野？姐夫，我手废了，你给我10万治病吧！你不给，我就死在这儿，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大家不妨查查新闻，那个用劣质肉被查封的老店老板是谁？你造假毁了老店，又在外省出老千被打断手，现在跑来装可怜。原来是那个黑心厨子，人渣还敢来要钱？道德绑架，我早和你姐离婚了。保安，报警，告他寻衅滋事。走，去警察局。不，赵德明，你救救我啊！等等，大过节的，别让这种垃圾弄脏了警局的地盘。赵总，那怎么处理？赵德明，你怕了吧？怕我把你的丑事抖了出来？丑事儿？我行得正，坐得端，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嫌你恶心，影响了我客人的食欲。从今天起，聚德楼增加一条安保铁律。赵总，您吩咐。这个叫王涛的，以后只要出现在聚德楼50米范围内，立刻给我轰走，不用跟他废话，敢靠近就乱棍打出去。赵德明，你敢这么对我？我是你前的亲弟弟。你现在连条野狗都不如，扔出去！听见没有？扔远点！
赵德明，你给我等着！你断了我的活路，我也绝不让你好过！赵总，前台收到一封匿名信，没有署名，说是专门给您的。赵总，这是不是王涛那边的人？要不要报警？先不用，盯紧后厨和水箱，夜巡加密度。两位兄弟，帮我干票大的，10成之后，我再给你们1人2000。就这么点破钱，王涛，你手都残了，还想找谁寻仇啊？聚德楼的老板赵德明，他害我成这副鬼样子，自己现在天天吃香喝辣，我咽不下这口气。聚德楼，那可是市里数1数2的大饭店，保安多得很。你想怎么干？砸玻璃？砸玻璃算什么？我要让他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这什么玩意儿？能让他关门大吉的好东西。只要我把这东西倒进他们明天的备用水箱里，明早来吃饭的人，他赵德明不是标榜自己干净卫生吗？我看他这次怎么翻身。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半夜动手。赵总，这么晚了，您还不去休息？王涛那种人，我太了解了。除夕夜他能为了一己私欲拉岗逼宫，现在被逼入绝境，肯定会狗急跳墙。您放心，咱们外墙刚换了最新款的高清夜视监控，连只老鼠跑过去都能看清。安保夜巡安排的怎么样？增加了3班倒，后厨和水箱重地，每隔半小时就有2人一组去巡视，绝对万无一失。小心驶得万年船，他白天放了狠话，今晚多半会有动作。赵总，后巷排气口有3个人在撬铁栅栏。果然来了，看这身形，那个独臂的肯定是王涛。各小队注意，后巷有人进来了，马上过去抓人。慢着，先别打草惊蛇，让他进去，我要让他把罪名坐实，这一次彻底把他送进监狱。找到了，赵德明，明天就是你的死期。鬼子，抓住他！不好，中计了，快跑！放开我！你们这群走狗，放开我！王涛，你胆子不小啊，还敢来投毒？赵总早就料到你会来。不，我没有投毒，这不是毒药。赵总，人赃并获，马上报警。是受用级别的超强力泻药，成分含有高浓度的化学合成物。好毒的信，这要是倒进备用水箱，明天上百号客人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有一点我们还没搞清楚，王涛是今晚才进来的，可老李中毒是在昨晚，说明他之前就已经在食材里动了手脚，但具体是哪道菜、哪个时间段，我们无法确定。这罐花椒油怎么了？这是草乌碱的气味，不是食材本身的问题，是有人在调料里动了手脚。而且这罐油是昨天下午3点之后才开封的，我记得。昨天下午3点之后，这就把嫌疑人的时间窗口锁定了，调取那个时段的监控。警察同志，那就是点泻药啊！我只是想让客人拉肚子，我没想害人啊！现在狡辩还有什么用？把高浓度未检验证的受用药物带入大型餐饮场所，意图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这已经涉嫌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和破坏生产精益，性质非常恶劣。长官，我是被他骗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投毒啊！全部带回局里，严加审讯。姐夫，姐夫，你替我求求情啊！我不想吃枪子儿啊，姐夫。法律会教你怎么做人，你这辈子就在大牢里慢慢反省吧。
张姐，如果老李有个三长两短，没有如果。老李跟了你这么多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家属在吗？患者脱离危险了，是极其严重的急性肠胃并发重度脱水，送来的时候血压掉得很厉害，已经出现休克前兆了。幸亏抢救及时，现在正在输液补充电解质。队长，这是我整理好的补充材料。这半年来，王涛不仅在我的饭店门口寻衅滋事，还频繁换号码给我发送死亡威胁短信。U 盘里是他恐吓要杀我全家的电话录音。我真的没想杀人啊，我只是想让他饭店开不下去。警察同志，你们相信我啊！哼，这种满嘴谎言的劣迹人员，我们见多了。赵先生，有了你提供的这些长期骚扰和恐吓证据，王涛的主观恶意就非常明确了。蓄谋已久，加上人赃并获的高浓度泻药，这条证据链算是彻底闭环了。辛苦警方了，如果真让他得逞，几十上百个客人进医院，聚德楼的招牌就全毁了。放心吧，打击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是我们警方的职责。案件马上移交检察院。我只求法院依法重判，绝不姑息。律师，我妈呢？她怎么没来保释我？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王涛，你冷静点。投放危险物质罪属于重罪，你现在是被正式刑事拘留，不允许取保候审。什么重罪？我没投诚啊！我连水箱盖都没打开就被抓了，这顶多算是未遂。你们去给法官塞点钱，让我出去啊！你以为那是普通的泻药？警方鉴定那是高浓度受用违禁药，足以造成群体性严重中毒，还有长期的死亡威胁录音作为前置证据。赵德明把你的底线扒得干干净净。这案子性质太恶劣了，已经引起了市里的高度重视。那我会判多少年？3年、5年？根据刑法规定，投放危险物质尚未造成严重后者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是主观恶意极大，法院可能会顶格判处。你做好在里面待10年的心理准备。10年？我手已经废了，再关10年我就全毁了啊！律师，你去求赵德明，只要他肯出具谅解书，法院一定会轻判的。赵德明已经明确拒绝了任何刑事的调解，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伏法。德明啊，好女婿啊，妈给你磕头了，你大慈大悲，饶了桃子这一回吧。老太太，您别在这闹事了，赵总说见您。我不走，桃子要是被判了10年，就真出不来了。求求你通报一声，只要赵德明肯写谅解书，我当牛做马报答他啊！这老太太怎么在人家大门口磕头啊？你还不知道吧？他儿子就是前2天半夜来投毒的那个通缉犯，这是想求老板出谅解书呢。投毒？那不是要害死咱们吗？这老板可千万不能心软。德明，看在丽丽跟了你5年的份上，看在当年我借你5万块钱的份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只要你放过桃子，我李翠花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呀！赵总，那老太太在下面把头都磕破了，流了一地的血，周围全是围观的人。这么下去恐怕对咱们饭店影响不好，要不您出面打发一下？不用。可是他一直在提什么5万块钱的恩情。恩情？那5万块钱我已经用5年的屈辱和老店200万的利润还清了。当初他们逼我净身出户的时候，怎么不提恩情？王涛半夜来下毒要我命的时候，怎么不提恩情？赵德明，你这个冷血动物，你非要逼死我们全家吗？通知法务部，所有要求庭外和解的请求一律回绝，
我绝不会出具任何谅解书。这案子走司法程序到底。明白。那楼下关紧大门，今天暂停营业2个小时。他愿意跪，就让他跪个够。报警，让警察来处理扰乱公共秩序的人。是。你见过我儿子吗？我儿子是大老板，他开大饭店的。神经病啊！起开！桃子，你别怕，妈在这儿呢。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大明，我求求你放过他，这房子是你的，股份也是你的，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这老太太听说儿子被判了10年，当场就疯了，天天在街上抱着布娃娃叫儿子，也是造孽哦。老天爷啊，你不长眼啊！赵德明，你个挨千刀的，你还我儿子，你还我房子！放开我！我没疯，我要去救桃子。赵德明，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哎呦，这不是聚德楼的赵老板吗？今天市里评选年度劳模，人家可是作为企业家代表上台领奖呢。赵老板那可是咱们市餐饮界的骄傲，白手起家，为人正派。听说前阵子还给山区捐了50万的免费午餐呢。赵德明，感谢市里的认可，做餐饮就是做良心。我赵德明能有今天，全靠各位街坊的信任和员工们的支持。你看看人家这气派，这格局。听说他前妻嫌他穷，非要跟他离婚，现在肯定肠子都悔青了吧？切，那种目光短浅的女人，活该去要饭。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市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聚德楼总店。今天，聚德楼正式被市监局评为本年度唯一的诚信餐饮示范店，就是聚德楼的创始人赵德明先生。赵总，面对如今复杂的餐饮市场，您是如何做到让聚德楼脱颖而出，甚至成为行业标杆的呢？其实秘诀只有4个字：不忘初心。我曾经也经历过低谷，甚至被最亲近的人背叛，差点一无所有。但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做生意绝不能走捷径，更不能干那些昧良心、坑害消费者的勾当。我们赵总对食材的把控那是出了名的严，谁敢弄虚作假，立马开除。正是因为有您这样坚持底线的企业家，老百姓才能吃得放心。听说您的分店已经开到了周边城市。是的，但我承诺，无论开多少家店，聚德楼的品质绝不打折。这块诚信的牌匾，我们会用一辈子去守护。恭喜！谢谢。你今天特意来的？我们集团明年的年度餐饮合作要续添，顺便来看看。我听说你以前经历过一些事儿，都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合同的事儿，让你的法务和我们对接吧。林总，下次来不用找借口。赵总，大家都到齐了。就等您说2句呢。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那个烂摊子里被人指着鼻子骂，差点连这顿年夜饭都吃不上。赵总，那些黑心鬼都遭报应了，咱们现在过的是好日子。没错，都过去了。今天我赵德明能站在这里，能开启这10几家分店，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本事，而是大家伙的力挺。
这第一杯酒敬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感谢你们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离开，感谢你们这1年的辛勤付出。敬礼赵总。这第2杯酒敬大家的家属，感谢你们把最优秀的人交给了聚德楼。以后只要有我赵德明一口肉吃，就绝不让大家喝汤。赵总，分店那边都来电话了，就等您一声令下，大家一起点火。好，准备。赵总，新年有什么新愿望吗？愿望。以前总想着怎么填饱那个无底洞，怎么讨好那些永远喂不熟的白眼狼。现在，我只想带着咱们这帮兄弟，堂堂正正的赚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没问题，明年咱们争取把店开到省城去。点火！各位兄弟姐妹，新年快乐！赵总新年快乐！聚德楼生意兴隆。赵总，外面的雪太大了，咱们进屋接着喝，今晚不醉不归。你个老酒鬼，待会儿喝醉了，嫂子可不饶你。今天大家敞开了喝，一切消费算我的。善良不应被当成软弱的筹码，底线更不容任何人践踏。当断则断，方能涅槃重生。